是吧？世子新婚之夜，任何人不得擅闯。你没听见吗？小姐在里面叫的那般惨。秀儿姑娘，夫妻洞房，我等下人不便过问。叫啊，接着叫啊！已经半个时辰了，够了吧？才半个时辰，被旁人知道了，还以为本世子不行呢。继续。萧恒，你无耻！少废话，不想让门外那个丫鬟死，就给我继续叫。你叫！让开！小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姑娘，放心吧，我家少爷不是坏人。不过少爷最近的口味好像越来越重了。够了，别叫了。真没想到，我不过跳河救了个小孩，竟穿到小说里的大周定北王府世子身上。原主也真倒霉，明明只是个爱搞木匠活的小世子，为了苟活，却不得不装出一副纨绔的嘴脸。还有这位尚书府小姐，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嫁进来竟是为了行刺。这洞房花烛夜真是热闹非凡。你既知我想杀你，为何不喊人来抓我？因为今晚想杀本世子的人不止你一个。你这匕首还算坦荡，这杯中毒酒才叫阴俗。你什么意思？快来人！中毒了！世子殿下中毒了！世子，小姐，有人下毒！快请医官！快去！来吧，让我看看到底是谁急着给本世子送终。让开，都让开！我的恒儿怎么了？还有妾。恒儿，你别吓干娘啊！是他，肯定是他下的毒。胡说！我家小姐怎么可能下毒？刚才凤房里只有他们2个人，不是他还能是谁？奸细，抓到你了！世子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你干娘。你给我下药时，怎么没想起你是我干娘？不要！一会儿本世子先锯掉你左腿，再给你上点药，等血止住了再锯右腿。放心，王府的医官医术好得很，你一时半会儿绝对死不了。别！世子，我说是三皇子的人找到我，给了我1000两。三皇子？他们还说，只要除掉你，定北王府就绝后了。至于苏家，不过是一枚棋子。果然如此。世子，此事牵涉三皇子，要不要等王爷回京再议？等我爹回来，等他回来，本世子坟头草都3尺高了。去查三皇子最近常去何处，见什么人，喝什么酒，都给我查清楚。是。少爷，查到了，三皇子最近经常出入醉仙阁。醉仙阁，那不是京城最大的青楼吗？正是。据探子回报，三皇子与醉仙阁头牌木金皇交往甚密。今夜正是木金皇来京3周年，醉仙阁设群英会，谁能博他欢心，他便陪谁一夜。定北王世子，他不是昨日才成亲吗？刚成家就逛青楼，不愧是京城第一纨绔。说得好，赏。殿下，是萧恒，他竟然没死。哟，今天什么日子？连3品大官太仆4卿都来醉仙阁了。世子新婚，不在府中陪夫人，反来醉仙阁，传出去不怕人笑。笑什么？本世子体力好，安排得过来。倒是赵大人，夜深来此，莫非家中夫人已经习惯了？别你，舌头捋直了再说话。2位皆是京中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当众斗嘴，未免失了体面。穆姑娘此言差矣，本世子确实在乎脸面。
但赵大人可是出了名的没脸没皮。萧恒，既然如此，不如二位来一场文斗如何？正好今夜群贤毕至，正是名扬京城的大好机会。此意甚好。萧世子若敢文斗，在下奉陪。文斗，行啊。本世子今日便让你们知道，什么叫文曲星下凡。这纨绔还会作诗，打油诗吧？这下有热闹看了。既是群英会，便以穆姑娘为题，世子请吧。你先，免得本世子一开口，你吓得屁都不敢放。粗俗之辈，你且听好了。佳人本是天上星，落入凡间化玉瓶。玉瓶装酒香10里，不如佳人笑一声。赵大人这诗贫贱合韵，朗朗上口，真乃佳作。就这，还有吗？云鬓花颜金步摇，春山淡淡柳条条。玉杯斟满葡萄酒，醉倒人间是阿娇。平庸至极，再来。柳色青青映画楼，春风不解女儿愁。琵琶声声弹不尽，此生得卿已无求。这么短时间便连作3首诗，赵大人不愧是京城4大才子之首，真是文思如泉涌啊！我看世子还是赶紧认输吧。世子，该你了。若做不出来，认输也行。毕竟京城皆知你不学无术，也不算丢人。认输？就你这几首破诗，也想叫本世子认输？听好了，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好诗，好诗，雍容华贵，意象奇绝。这真是世子自己写的？我知道你们不信，没关系。本世子还有：风送杨花满袖床，飞来紫燕一成双。闲情正在庭针处，笑嚼残容唾壁窗。这首以艳育人，俏皮鲜活，惟妙惟肖。连这2首绝妙之作，难道他一直在隐藏实力？这……别急，赵大人，再听听这首：芙蓉不及美人妆，水殿风来珠背香。谁分寒蝉掩秋扇，空悬明月待君王。这到底是写闺怨，还是朝堂？不知道。说实话，这等意境，京中几位翰林也未必写得出。空悬明月待君王。萧世子真是令人刮目相看，莫不是这些年都在藏拙？非也非也，只是凡夫俗子，不值得本少子认真对待罢了。谁知你是不是抄来的？你也可以抄啊，抄得出来算你本事。我宣布这场文斗是萧世子胜了，诸位没意见吧？实至名归，心服口服。正是，真没想赵大人竟败给了一个纨绔。废物！等一下，群英会规矩，要想抱得美人归，还要看礼物能否博得穆姑娘欢心。哦，赵大人一局不利，便另寻由头，这般脸皮，本世子真是自愧不如了。少废话！你若怕了，现在便认输。又要我认输？赵大人没别的话说了吗？你等着瞧！这么大的夜明珠，怕是价值千金啊！凤霞关据说存世只有3顶，2顶在皇宫，这2样加起来至少值万金。夜明珠1颗，凤霞关1顶，穆姑娘国色天香，自当配此等珍宝。奴家谢过赵公子。世子，你的礼物呢？敢不敢端上来看看？本世子带来的东西，怕是你见都没见过。秦剑，抬上来。啊！这是什么？
这是一头木牛。萧恒，你就拿这等玩物来讨穆姑娘欢心？咦，这牛尾巴怎么翘这么高？你不懂，这是和女伴风流快活时用的。萧恒，你就拿这等玩物来讨穆姑娘欢心？玩物，你们睁大眼睛瞧好了。他自己动了！还是头疯牛！哎呀，赵大人果然有福，牛都追着你跑。你以为靠这等奇淫妙计就能博得穆姑娘青睐？真当她与你一样顽劣！快躲开！穆姑娘小心！穆姑娘，不妨打开看看，本世子的礼物绝对物超所值。姑娘，怎么了？无事。穆姑娘，萧恒惊扰会场，还险些伤你，此等顽劣之徒，理当逐出群英会。赵大人，比试尚未结束，你急什么？难道你以为穆姑娘会要你这头破牛吗？可笑至极！是啊，谁会放着价值连城的夜明珠和凤霞关不要，要一头木牛？我看世子真是把穆姑娘当小孩子耍了。诸位静一静，两位青年才俊的礼物都不同凡响，但今晚的赢家只能有一个，那就是萧世子。什么？一头木牛赢了夜明珠和凤霞关，这简直闻所未闻！穆姑娘，在下不服，他那一头木牛凭什么赢我的夜明珠和凤霞关？因为我喜欢。这木牛巧夺天工，惟妙惟肖，本小姐就爱这等精巧之物。穆姑娘好眼光，好品味。没想到穆姑娘口味如此独特，仙子的心思果然与常人不同啊！赵大人，你输了还站着干什么？早些回家吧，尊夫人还等着呢。不，我不服！哦，赵大人这是要耍赖？耍赖又如何？我可是3品大员，你能奈我何？我确实不能拿你怎么样，但赵大人就不怕明日朝堂之上有人参你一本？哼，我犯了什么错？谁要参我？谁敢参我？你是没犯错，可若叫人知道你带着皇子来青楼赴宴，还送出价值连城的礼物，你猜御史台那些老头子会不会气得连夜磨墨？皇子，赵大人身后那位，难道是？萧恒，今日之事，在下记住了。世子殿下，穆姑娘请您到闺房一讯。看来穆姑娘比我更心急啊。世子请坐。好嘞。别动！你从何处知道这个名字？回答我。孟子清，前朝吏部尚书，为官清廉，刚正不阿。可惜15年前被当今皇帝打成乱臣贼子，满门抄斩。其女孟婉晴被管家秘密送出孟府，自此改名换姓。3年前，这位孟小姐秘密进京，摇身一变成了醉仙阁头牌。穆姑娘，我说的对不对？从这2人所使的弯刀来看，孟小姐应该是加入了江湖最大的情报组织赤影。而赤影曾与多起杀官劫狱大案有关，如此看来，孟小姐的图谋恐怕不小。你既然知道这些，还敢独自进来？你若想杀我，方才我进门时便动手了，
何必等到现在？退下吧。是。萧世子果然与传闻不同。传闻里我是什么样？荒唐、纨绔、好色、胸无点墨。前2个是真的，第3个看心情，第4个今晚刚辟谣。我知道你想借三皇子复仇，巧了，我也与大周皇室不对付，我们可以合作。我凭什么信你？因为你别无选择。对三皇子而言，我是必杀之人，而你今晚当众选我，又让我入闺房，即便我不告密，他也不会再信任你。你想除掉三皇子？不止他，我父亲萧烈是大周唯一的异姓王，尽管他15年前从龙有功，尽管他是守卫北境的定海神参，但大周王室对他的忌惮已是路人皆知。若是先王还在，定北王府和皇室的平衡或许还能维持下去，但现在……你是想……说来可笑，15年前周成王造反的时候，喊出的口号是黎民苍生，重于泰山。可如今，京城百姓的处境竟还不如15年前。豪门酒池肉林，百姓无人问津。边疆战士流血流泪，而朝廷为了一点蝇头小利，竟放任胡商登堂入室，作威作福。这样的大周，已不配担负天命。你想推翻整个大周皇室？大周皇室算什么？我要平定整个北方，我要驱逐所有鞑奴，我还要重振这片神州大地。世子好大的口气，旁人若是听到了，定要把你当疯子。旁人会这么想，但孟小姐一定不会。为什么？据我所知，赤影这些年在南方杀的贪官不下20个，淮河水怀是你们冲开粮仓接济灾民，西山胡乱是你们杀了勾结湖中的校尉，保全边民。这样的赤影肯定不会嘲笑一个要改变天下的人。定北王有雄兵100万，若是他说要改变天下，我信。可是世子你又有什么呢？我有的，其实今天你已经看到了。你是说那头会动的木牛？别看那头木牛不大，但要做成它并且用好，智慧、胆识和财力缺一不可，刚好是本世子的强项。这么说来，世子很有钱。孟小姐是很会抓重点，没错，在下颇有家资。世子也别怪我势利，维持赤影的情报网络需要大量金钱，进京之后尤其如此。这醉仙阁虽日进斗金，但对赤影来说，也只是将将够本。这么说来，孟小姐同意与我合作了？合作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请讲。三皇子今日受辱，以他的脾气，必将把我赶出京城。若要继续在京城行事，我需要一个身份。这有何难？你收拾收拾，今晚就跟我回府，明天全京城都会知道萧世子又多了位红颜知己。这尊夫人不会有意见吗？看来孟小姐对我这位夫人缺乏了解啊。世子，这事儿是不是该先同夫人说一声？说什么？本世子带妹妹回家，还得敲锣打鼓通知她。妹妹？没错，这位穆姑娘与我意气相投，我们刚结为异姓兄妹。怎么，你有意见？不敢不敢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吵什么？哪个样子？世子他把醉仙阁那个穆惊鸿带回来了。小姐，你们才成亲1天啊，他就把青楼女子往家里领，这简直就是不把你放在眼里啊！萧恒此人心思极深，他既带人回来，肯定不是贪图美色。不过正好借这机会去探探他的底。走，去看看。萧恒，你该给我一个解释。解释什么？本世子行事从来不向任何人解释。苏锦妹妹定是误会了，小女子来王府不为其他，只为求财。求财？没错，小女子早些时候收留了一批流民，都是些10来岁的孩子，我一个人实在养不起。世子殿下知晓后，说什么也要捐一笔钱，还说要亲手交给我，小女子这才敢来王府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本世子最看不得人间疾苦。钱顺在，去库房给我拿300万银票来。世子，那个咱府库里没那么多钱。那先拿30万吧。30万也没有。那3万总有吧？快去拿，别让本世子干等。
殿下，别说3万了，3000也没有啊！这怎么可能？我堂堂定北王世子，京城第1玩户，居然连3000也没有！世子您忘了，半年前您在好运楼连赌18天，输了450万两，后来又以王府名义借贷，如今连本带利，足足欠了600万两。府库里那点银子全拿去抵债了，现在是1两都没有了。原主啊原主，你调戏妇女也就罢了，赌这么大干什么？这不是把我往棺材里按吗？世子，王爷半月后便要回京，按惯例，每次都会从府库取银犒赏3军。若王爷知道府库亏空，他非把我剁了不可。活该。其实还有一桩坏消息，有屁就放，那就是夫人的嫁妆也出问题了。苏家园说陪嫁36箱赎锦，可清点之后，只有3箱是真的，其余皆是普通麻布。至于珠宝，也大多如此，真正值钱的不到1/10。这怎么可能？好得很。尚书府送嫁妆，竟然送出扮作河滩，我的好丈人真叫本世子开了眼。我出嫁之前，我父亲曾去拜见三皇子，恐怕他早知有人要在新婚夜杀你，所以才敢在嫁妆里动手脚。哼，赌我一死，王府大乱，无人追究嫁妆。苏大人真是好算计。世子殿下，府库亏空，这嫁妆也被人掺假，您说的颇有家资，莫不是在诓骗小女子？穆姑娘，我与你打个赌如何？赌什么？赌我能用这些泥沙换来600万两银票。世子若真能做到，今晚在醉仙阁说的那些话，便有6分可信。才6分吗？看来穆姑娘的眼光很高啊。什么6分7分的？你们究竟在说什么呀？苏姐，你不是一直想向你父亲讨个公道吗？明天和我去苏府走一趟吧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就说你去不去吧。去。小姐怎么这么快便回来了？老爷正在会客，小姐稍后带小的进去通报一声。刘三，你什么意思？小姐回家还要通报？你这话说的，小姐毕竟已经嫁人，老爷的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慢着，你方才说让本世子在门口等。世子莫怪，小的只是按规矩。世子，你。妈的，老子堂堂定北王府世子，来岳丈家探亲还要听什么狗屁规矩？难道苏府的门槛比皇宫还高吗？秦剑，在，把这个不长眼的东西给我弄走。是。走，进府。哟，这不是赔钱货苏锦吗？这么快就被退回来了？少爷，你怎能这样说小姐？我说错了吗？连那纨绔世子都不要你，不是赔钱货是什么？小舅子，你爹呢？哼，我爹在见贵客，你有何事？哼，这么说，你爹没空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既然他没空，那本世子替他教育教训你。姓萧的，你干什么？踢球啊？怎么，苏少爷连个球都接不住？喜欢踢球，给老子好好踢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想死的就往前一步。该，打得好！护卫何在？给我杀了此人！放肆！谁敢对世子动手？世子？哟，我与小舅子切磋球艺，他脸接的不错，就是叫声难听了点儿。娘，救我啊！世子大人，求您高抬贵手，灵儿年幼不懂事。不懂事？他如我夫人时，嘴皮子可伶俐的很呢。
是妾身管教无方，求世子饶他一回。饶也行。半炷香，把苏勇喊来。喊不来，本世子今日便让你知道什么叫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岳丈大人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秦剑，本世子累了，换你来。是，世子，用几分力，别打死就行。得令。姐，求你帮帮我，我不想死。8年前，你把我推进河塘，反诬陷我推你。父亲罚我跪祠堂当3天3夜，那个时候你怎么不帮我？6年前，我娘病重，你娘可口汤药，我在雪地里跪了3个时辰，你却把汤药倒进茅房，那个时候你怎么不帮我？这些年来，你和你娘对我百般刁难，连我给娘和兄长上炷香都不许，如今却要我帮你。好，我帮你。好家伙，你家小姐手劲不小啊！世子饶命！你要什么我都答应。哦，什么都答应，那便替你爹把欠我的债还了吧。债？什么债？你们苏府送给我家夫人的嫁妆全是假货，蜀锦是麻布，银锭里填砂石，还装不知道？这我真不知道。世子，你说个数，要还多少？6万两。你他妈当本世子是要饭的？600万两！600万！世子，你就是把我卖了，也不值这个数啊！那还啰嗦什么？秦剑，接着打！别打！我没钱，但我有传家宝，这玉佩肯定值钱。这是大少爷的玉佩，这玉佩怎么会在你身上？大少爷，你说那个死在西域的痨病鬼？你说谁是痨病鬼？停手！你要把他砸死了，我的债找谁要去？苏锦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灵儿，我的灵儿啊！爹，他们要打死我！世子，你真当我苏家无人了不成？岳丈息怒，方才我与小舅子切磋球技，一时没控制好力道罢了。人都打成这样了，你管这叫切磋？父亲，我也有一句话要问你。兄长的玉佩为何会在他身上？这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这话该我问你。10年前，父亲和兄长一起出使西域。哥哥，你快看我刚画的画。画得不错，有进步。哥哥，你都病成这样了，就别去西域了吧。不行，此次谈判事关重大，我若不去，那些老臣一定又要割地求和了。可是，别担心，有这块祖传玉佩，苏家先祖一定会保佑我的。不行，父亲，我不同意。现在战事明明对我们有利，为何要此处防线让给西戎？你懂什么？西戎的大部队马上就到，到时候我们这点人根本无法抗衡，早点议和才是正道。不行，西戎贪婪成性，咱们若送出这10里地，他们必然会索要30里、100里。再者，我们要是走了，这里的百姓怎么办？西戎素来残暴，百姓，哼，我们的任务是结束边境战事，不是救这些泥腿子，你别搞错了。父亲，你怎么能？你先养病吧，这几军中的事你别管了。按计划行事。是。半年后，父亲独归，却说兄长坠河身亡。回京不久，父亲因议和有功，加官进爵。后来又娶了白氏。这都是陈年旧事，你提他们干什么？因为我记得很清楚，
父亲当年说兄长是坠河而亡，你在河边找了3天3夜也没找到兄长的尸首。既然如此，兄长的玉佩为何会在他身上？兄长当年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你有什么资格问呀？这是我们苏家的家事，而你只不过是个嫁出去的赔钱货，根本没资格过问苏家的事儿。不错，苏锦，你是萧家的人，苏府之事与你再无干系。而且你们今日强闯打成这样，这笔账还没算呢。世子殿下，你是不是该给本官一个交代？交代好啊，我这个人最公道了。这样吧，苏大人让医官来看看，治好苏灵需要多少费用，我萧家一分不少的赔给你。世子，这是什么话？难道我苏家差你那点钱不成？好一个不差钱！既然如此，那本世子可就要问问苏大人了，为何苏锦的嫁妆全是些假货和砂石？你苏庸是欺我定北王府无人，还是觉得我萧家满门忠烈好糊弄？你胡说！我苏家送出的嫁妆，样样都是实打实的真货。那你的意思是我定北王家偷梁换柱，反来诬陷你喽？不，下官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定北王府世代忠良，先王曾有言，谁对定北王不敬，就是对朝廷不忠。你今日若不给本世子一个交代，明日金殿之上，别怪本世子无情。定北王自是清正，可你萧恒纨绔疯癫，京城谁人不晓？对，你才成亲1天，便从青楼带个女子回府，这等行径简直辱没门楣。哼，什么叫青楼女子？这是我情同手足的妹妹。你们要是乱讲话，可别怪小爷不客气。我就说，怎么了？青楼女子就是青楼女子，京城传遍了，你们俩在一块儿就是婊子配。找打！萧恒，你欺人太甚！来人！那几个陪苏公子踢球的，束发和北兄人一模一样，腰间佩戴的也是北兄武士特有的狼牙玉佩。而且，小女子刚才分明听到，他们讲的也是北兄土话呀。勾结外搞，这么说来，哥哥当年……你胡说！小女子曾在边关住过几年，这点眼力还是有的。苏大人要是觉得我在胡说，不如咱们现在就把他们押到兵部，问个清楚如何？你究竟是何人？我是何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苏大人是否做好了被灭九族的准备。诛九族，不要啊，爹，我还不想死啊！官家，他是骗人的，对不对？这事要是传出去，就彻底完了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……不好，这老东西想鱼死网破。哎呀，不行，要诛九族！我这刚过门的媳妇不也得跟着掉脑袋？这买卖太亏本了。当然，也可能是今日恰好有几个北兄商人路过苏府讨碗水喝，又恰好被我们撞见，而苏大人对这伙人的来历根本一无所知。苏大人，你觉得哪一种说法更贴近实情呢？自然是第二种。世子真是慧眼如炬。我就说嘛，苏大人高风亮节，怎么可能干出勾结敌寇这种猪狗不如的事呢？至于嫁妆作假，想必也是苏大人忙于公务，被下人给蒙蔽了吧？世子英明，都怪我一时疏忽。这样吧，嫁妆差多少，世子您说个数，下官这就给您补上。6万两，好说，下官是600万两。600万，600万，世子，您就是把我苏府掘地3尺，也凑不出600万两啊！是吗？既然没钱，那就拿几个下人抵债吧。我看门口那几个会踢球的就不错，秦剑，把他们带过来。是。别，壮士，您高抬贵手。苏大人，
秦某只听世子一人的命令，还请让一让，不然刀剑无眼。世子若真缺银钱，下官倒有个主意。这不是经常和原主一起赌钱的何朝辉吗？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世子，好运楼最近新出了个呼炉的玩法，一局通吃4家，彩头最高可达640万两。若运气好，一炷香的光景，债务变清了。这老狐狸早不来晚不来，偏挑这时候登场。看来今日这场戏后头还有好角儿。妙极妙极，正好本世子半年没赌了，有劳何大人引路，本世子这就去碰碰手气。不过这赌本，岳丈大人，您总得给我些本钱吧？这下官手头实在紧吧。岳丈莫要谦虚，您有多少便拿多少，赢了咱爷俩对半分。取80万两银票来。才80万，岳丈这是打发叫花子呢。那100万两，再不能多了。看来岳丈毫无诚意。秦剑，准备拿人。120万，我把全府能动的现银都凑出来，120万两，真的只有这么多了。苏大人，你可想清楚了？若到了好运楼，本钱不够，赢不回来，这嫁妆官司便是欺君大罪。150万，150万两，我把库房底子抖出来。世子，这当真是最后的老本了。这才像话。秦剑，陪着苏大人去取银票。何大人，前方带路。滚开！没看到老子马上要胡牌了吗？小的失手，贵客恕罪，小的这就退下。周掌柜，周掌柜，贵客到了。哎呦，定北王世子大驾光临，小的有失远迎。世子今日想玩什么？世子要玩呼噜，去挑几个懂规矩的，陪世子尽兴。好嘞，世子稍坐，小的这就去安排。20万两，是个手气。4黑100，是。好家伙，上手就是第2大的牌，世子这手气真是绝了。5枚全黑，炉，剑是最大的炉，4家同吃啊！哎呀，世子啊，世子，您方才要是把150张才押上，这一把就是600万入账，京城首富指日可待啊！谁说不是？本世子今天怎么这般胆小，白白浪费好牌。夫人，去给本世子买一坛好酒来，越烈越好。本世子要壮壮胆。是，夫君。这一局全压。怎么，你们不敢？世子殿下财大气粗，气魄无双，可这些客人都是做小本买卖的，实在拿不出这么多赌注来陪您。那就把那边几个穿羊皮的叫来，他们不是赚了挺多的吗？让他们陪小爷玩。我来中原这么久，还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嚣张的周人。那你今天就见到了。别废话，敢不敢玩？就怕你输不起。来，下注。1黑400，最小的牌。完了，全完了，我的150万。哎，可惜可惜，世子大人今日手风不顺，惜败。世子明日再来吧，明日一定翻本儿。慢着，世子这是什么意思？本世子怀疑有人出千。出千？谁？你。方才连打2局，本世子就觉得这牌分量不对，明明是木牌，落桌却带着闷响。全是白面全朝上，这牌有问题。
灌了签。荷官制牌时只需略施手法，就能控制哪面朝上。这不是出签，是什么？周老板，本世子记得好运楼的规矩是：出签者5倍赔偿，外加砍下一条手臂，没错吧？世子饶命！小的鬼迷心窍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慢着，谁让你走了？出签的是他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只是这一把出签，而你……这次苍牌，难怪这帮胡商总是赢，原来一直在出签。可恶的胡商，还我钱来！那又如何？老子可是你们大周皇室请来的贵客，你们动我一个好不好试试？皇室贵客，在我定北王世子面前，竟然还有人敢自称皇室贵客，找死！秦剑，给我上！是。终于有人教训这群狐狗了！就这点本事，也敢在大周横行霸道？你竟敢打我！我可是……知道了。皇室贵客嘛，事到如今，本世子只能先把你砍了，再去向皇室请罪。先砍哪儿好呢？这儿，要不还是这儿吧？别，万事好商量。怕了，晚了。何人在此闹事？是京兆府少卿陈通，这位可是出了名铁面无私，平日最恨纨绔子弟，怕是要吃亏了。陈大人，救命！这萧恒仗势欺人，读书了就动手打人，你看看我们都被打成什么样了！你们几个出签被本世子抓了现行，按照赌场规矩得出5倍赔偿，外加一条手臂。本世子大发慈悲，只是揍了你们一瞬，你们不感激也就罢了，还在这倒打一耙。他胡说，我们没有出签，是他故意找茬。陈大人，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何大人，你也在场，正好，你来跟本官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陈大人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刚才世子与这几位胡商对赌呼噜，世子输了。之后，世子发现老板周福在牌里灌了签，就把周福揪了出来。这几位胡商本来要走，可世子认定他们与周福有勾结，便把人也给打了。周掌柜，何大人说的可是实情？是实情，出签是小的一个人干的，跟这客人无关。小的鬼迷心窍，换了几张牌。世子大人也是因为气不过。既然如此，周福出签在先，按规矩5倍赔偿世子。至于砍手，我大周律法有明文，禁止私刑伤人，这一条就免了。谢陈大人，谢陈大人。至于世子殿下，你在闹市聚众斗殴，致4人受伤，已触犯大周律法。来人！还请世子随本官走一趟京兆府。萧恒啊，萧恒，进了大牢，三皇子殿下就有100种法子让你畏罪自尽。到时候定北王白发人送黑发人，看他还有什么心思守边关。陈大人，你是铁面无私的清官，本世子敬重你，但你就这么肯定今日之事是本世子寻衅滋事？世子有话可以到衙门再说，本官自会秉公审理。我劝陈大人还是再想想。
这位是定北王世子妃苏锦。陈大人，本妃问您一句话：倘若有朝廷命官勾结外寇，倒卖军械，按大周律法，该当何罪？自然是满门抄斩的大罪。世子妃为何有此疑问？陈大人若真如传闻所说，秉公执法，就请将这些人一网打尽。证据在此，这本账册是从好运楼2楼上锁的账房里找到的，上面清清楚楚地记着每一笔交易。何大人从兵部运走多少军械，经谁的手送到好运楼，周福又以什么价码卖给这些无人，一笔一笔清清楚楚。陈大人若不信，自己拿去看。6月12，兵部武库司弩机20台，经手人何朝辉。6月19，精铁5000斤。7月3日，盔甲200副。难怪这几个月兵部的账总对不上，难怪敌军的装备越来越好。原来是你这内鬼在作怪！这是伪造的，陈大人，你不能信他。伪造的，这里面还有你亲自批的通关文书。陈大人，你听我解释，这里面有误会。去大牢里解释吧。来人，将何朝杰、周福以及在场所有胡商统统给我拿下。臭小子，你别得意，我们背后的人不是你能招惹的。你是想说那几个躲在金轮殿里的废物吗？哎呀，我好怕呀！世子，我们在账房找到这些银票，连同胡商刚刚丢下的，一共有900多万两。这就是发财的感觉吗？真不错。900万两，我做梦都不敢想这么多钱啊！就算一天花1000两，就要花30年。秦剑，本世子取800万两，算是周福那组赔我的。剩下这些，凡是这几年被胡商坑骗过的，还有刚才和本世子一起骂过那几条胡狗的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每人来领100两。我没听错吧？100两，100两够我家吃3年了。世子，上月那胡人骗了我30两，我一个卖菜的攒了5年啊！老人家，拿去，以后胡人再欺负你，就报本世子的名字。谢世子，世子千岁，千岁！世子殿下，我们来了。这是。先上马。赌局开始之前，我让穆姑娘做了2件事。第一件就是去找账本。我的人混在赌场伙计里已有半月，账房的位置、钥匙早就摸得一清二楚，所以那本账册是你给我的。苏姑娘，请稍等。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。没错，因为你是定北王世子妃，尚书府嫡女，用你的身份揭穿何朝辉，比我更有分量。那第2件事呢？自然是让他回府搬兵。万一来的不是陈通，而是某个糊涂蛋，那今日恐怕难逃一战。好在今天我们运气不错。没想到这个表面纨绔的家伙，城府居然如此之深。不过我不太明白，你为什么要把钱分给那些百姓？咱们眼下可正是用钱的时候，100万两可不是个小数目。因为我需要名望，何朝辉只是枚棋子。好运楼背后真正的主人是4皇子和3皇子，而要对付他们，光靠蛮力是不够的。我们还需要一样东西，人心。今晚这100两会让他们记住，
这京城里，除了欺压百姓的权贵和胡商，还有一个敢为他们出头的世子，而这种记忆将会刻骨铭心。这么说来，你是要与整个大周皇室为敌？怎么，你怕了？你若不想做萧夫人，本庶子有的是办法让你脱身，甚至今晚就可以送你离开京城。不，你会错意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要加入你们。只是我有一个条件。说。你必须答应我，以后布局不能再瞒着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看来要变天了。